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这几年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看台湾的电视剧了呢？台湾的戏剧作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曾经沉寂了好一阵子，最近又渐渐的开始复苏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剧的过去与未来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讲到台湾的电视剧，你会想到什么呢？是经常上演车祸失忆的8点档乡土剧，充满粉红泡泡的偶像剧，还是探讨特定议题的类型剧呢？无论是哪一种印象，都呈现了某一个时期台湾戏剧的独特样貌。像是我们团队很多人国小、国中阶段，有很多的偶像剧就红遍了亚洲各地。只不过大概在高中、大学以后，越来越多人看日剧、韩剧或是中国的宫斗剧。那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感觉到，看台剧的人又再度变多，甚至有些作品的精致程度，甚至可以媲美电影。像是去年11月《华灯初上》在 Netflix 上映之后，不止攻下了台湾的排行榜冠军，甚至在亚洲许多地区都挤进了前10名。究竟台剧之前为什么会沉寂了好一阵子？最近又为什么会有复苏的迹象呢？以台湾目前的实力，将来有机会能够跟其他国家竞争吗？今天这一集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台剧的前世今生吧。不过按照惯例还是要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台北市的房东们，你有空屋想要出租，但没时间管理，不出租，却又担心没租金收入还要缴税吗？其实这个时候呢，如果委托专业的包租代管业者，不只会更轻松，还能够享有减税优惠哦。台北市特别优惠个人房东，只要符合以下条件委托包租代管，就能够减征房屋税和地价税40%。而另一方面，包租代管也能提供房东专业服务，无论房客有任何大小事，业者都能够协助处理。整体而言，包租代管就是希望可以让房东更省钱省力，而房客也能够住得安心，有更多的保障。同时也希望能让租屋市场的住宅供给增加，让整个市场环境变得更健全，达到3赢的局面。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台北市有个人住宅需要出租的话，欢迎加入委托包租代管的行列，点击资讯栏了解更多的资讯吧。1960年代，台湾还在老三台的时期，由于当时还在戒严时期，电视节目都得要经过审核才能够播出。而这个时期的台剧肩负着政治宣传的工作，剧中常常会宣扬反共复国的理念，中华民国过去的军事战绩，呈现中共解放军的暴力残忍等等，都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还有教化的意图。而到了1980年代，从香港引进的金庸武侠片开始流行，台湾当时也引进了像是《楚留香》《射雕英雄传》《碧血剑》等等知名的电视剧，之后甚至开始拍自己的武侠片。而另外一方面，由台湾作家琼瑶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言情剧，也在80年代掀起了另外一股潮流。由于琼瑶电视剧的主题都围绕在爱情上，而且有一种诗情画意的氛围，因此很受到观众的喜爱，几乎每一部的收视率都很惊人。那后来1993年有线电视法公布实施之后，第4台开始出现，电视频道大量增加，彼此激烈的竞争，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大量的引进像是中国、日本、韩国等外来的戏剧。面对这些外来的威胁呢，台剧开始转型成在地的乡土剧。乡土剧的内容着重在描写市井小民的生活，演员呢通常会讲台语，剧情通常会有家庭失和、婆媳问题、感情争斗等等的元素。那虽然以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些剧情可能有点狗血，但是相对于之前的武侠剧还有言情剧，乡土剧感觉更贴近观众的真实生活一些，也因此大受欢迎。不过根据分析，乡土剧的观众大多是中老年的女性，因此电视台呢为了要吸引年轻族群收看，开始模仿日剧、韩剧的风格，渐渐发展出我们熟知的偶像剧。偶像剧通常以浪漫爱情为题材，选角上呢通常会找这外表出众的演员或是超人气的艺人来拉抬这部戏的声量。故事的场景大多设定在都市里面，戏中呢充满着流行时髦的元素，就连剧中的音乐都是量身打造，非常的受到年轻人的欢迎。而且当年台湾的偶像剧不止国人爱看，也成功的输出到了海外。例如2001年翻拍自日本漫画的《流星花园》，在亚洲各国创下了惊人的收视率，不但让主演的偶像团体 F4 在海外爆红，连韩国、日本还有中国也跟进翻拍了自己的《流星花园》，可以说是台湾第一个走向国际的偶像剧，也开启了台湾偶像剧的黄金年代。不过这股风潮并没有维持太久，台剧就面临了观众流失的危机。
偶像剧爆红之后，各家电视台为了赚更多的钱，开始一窝蜂的抢拍更多的偶像剧。结果因为风格太雷同，除了少数几部能够引起话题之外，大部分呢都会让人觉得太老梗。例如男女主角人设呢，常常是霸道总裁配上单纯的女主角以外，还有这个剧情呢，也常常都是转角遇到爱这种脱离现实的情节，而且结局还很容易猜到，让观众们很快就觉得腻了。此外，网络平台还有社群网络的出现，不只抢走了观众的眼球，更抢走了电视的广告，导致戏剧的制作越来越困难，品质更进一步的下滑。而更惨的是，由于中国影视产业的崛起，许多台湾的演员制作人跟剧组团队都转往中国发展，种种的不利因素加起来，导致观众不断流失。而在这一连串的恶性循环之下，台剧在最近10几年当中陷入了一阵低迷，不少的电视台宁可向中国、韩国买片来播，也不再愿意花钱投资拍戏。不过，面对这样子的劣势，政府也尝试投注了一些资源，想要改善这个情况。台湾政府大概在最近的10几年里面推动了几个针对台剧的补助计划，例如2009年的爱台12建设，以及2017年的前瞻预算当中呢，都有编列推广电视内容的预算。而且这几波补助金呢，跟过去电视剧的制作费用相比，算是蛮有感的增加了。根据统计10年前台剧的平均制作成本大概落在1集200万元，而近年获得前瞻预算补助的2部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还有《斯卡罗》都获得了1.5亿元的补助，等于平均1集就有近2000万的经费来自于补助，跟10年前差了10倍。而另外，公共电视一直以来也是台剧的重要推手之一。由于公视的财源来自于人民的纳税钱，比起商业电视台更有一些余裕去制作戏剧。而公视在拿到前瞻计划补助之后，2019年也开始了一项戏剧孵育计划，为好的剧本提供资源，媒合投资者，让好的剧本能够被拍成更高品质的戏剧。不过除此之外呢，影视串流平台的兴起更是改变整个台剧产业的重要因素。几年前，国外的影音串流平台，例如 Netflix 还有 HBO 兴起之后，就积极的布局亚洲市场。为了吸引台湾的观众呢，平台业者不但以高价购买了许多台剧的独占播映权，甚至愿意花大钱投资有潜力的剧本跟团队。例如 HBO 还有公视合作拍摄《通灵少女》，还有 Netflix 砸钱支持的《谁是被害者》和华东初上等等都是。国际资金的挹注也改变了以往电视台自己拍自己播的生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台剧呢，会采用合资的模式，任何民间企业只要看好这部剧本，都可以出钱投资。那这种做法呢，让资金来源变得更多元、更有弹性，不但让台剧的产能增加，也提升了整体的质感还有内容。那有了更充裕的资金，也让更多人愿意挑战不同的题材，创造更有特色的故事。比如说前几年很红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就在剧中探讨了许多的社会议题。又例如《火神的眼泪》这类反映不同职业甘苦的职人剧。而今年爆红的《华灯初上》呢，则将惊悚悬疑的要素融入了传统的时代剧当中，让许多人耳目一新。那此外，因为 OTT 平台的投资，许多台剧的规格也都改成像美剧一样一次10集左右分季推出的形式，篇幅跟节奏上也比以往更加紧凑，观众更容易追完。再加上很多作品是一次上架，让一部剧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引爆话题，达到口碑行销跟扩散的效果。整体来说 ，OTT 平台出现的确是为台湾的戏剧产业带来新的气象。不过以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可以说台湾的戏剧真的起飞了吗？虽然台剧近年来在国内的好评不断不过很多人对台剧的未来还是不敢太过乐观。有些人认为台湾的市场太小，影视业要持续的成长，就一定要将台剧输出到国外。但是现在国际上看韩剧、日剧的人远远大于台剧 ，OTT 平台对韩剧的投资也远大于台剧。虽然韩国和日本的文化、政策背景、电视媒体的竞争环境都跟台湾截然不同，无法直接比较好坏。但是如果就市场的角度来看，台剧的竞争力还是偏弱。而政府目前已经确定前瞻计划将来不会继续补助台剧，少了政府的资金之后，未来台剧还能不能够维持现在的质与量还很难说。而另外，虽然 OTT 平台给了台剧在国际曝光的机会，不过还是有些隐忧存在的。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平台对于要上架的戏剧可能会越来越挑剔，让制作的成本不断上升。像是《醉梦者》的导演陈亦荣就透露，《醉梦者》在上架前，光第1集就剪了4-5个版本给 Netflix 才通过审核。而此外呢，不同平台各自有偏好的戏剧类型，比如说像是 Disney Plus 偏好儿童也可以观赏的片，那其他类型的片呢，可能就很难在 Disney Plus 上架。因此，也有人担心如果以后各个平台的特色越来越鲜明，也可能会影响到台剧内容的多元性。
经过这次研究之后呢，我们觉得能不能够拍出一部好看的剧，真的会受到资金很大的影响。过去台湾的乡土剧、偶像剧会渐渐的走下坡，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资源不断的变少，而电视台没有钱，却又想要赚收视率求生存，就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果。在没资源的状况之下，就连剧组的安全都可能受到影响。而这个部分呢，我们刚好前阵子才刚刚聊过。那最近几年国内外的资金挹注之后，我们才终于看到台剧不论是剧本填调、情节设计，还是摄影啊、美术等等的面向都有升级。那现在渐渐有资源了，我们也希望除了继续提升影剧作品的品质之外，剧组人员的安全也能够慢慢的受到重视，并且改善。但话说回来哦，虽然我们很希望台剧能够继续茁壮，但接下来台剧少了前瞻计划的补助，该怎么样继续找到足够的资金，制作出吸引人的好作品，让整个产业变得更有竞争力？这大概会是接下来最大的一个挑战了。那今天的最后，我们想要问大家的是，你最喜欢或看好哪一类型的台剧呢？ A. 写实的类型剧或职人剧，让大家可以关注到不同的社会议题。 B. 跟家庭或是爱情、友情相关的，比较温馨而且有共鸣。 C. 以台湾的历史文化为主轴的历史剧。 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戏剧的前世今生。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完台湾影视产业的血汗悲剧，以及影音串流平台大战。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